当然哈，我想作战靠指挥哈，指挥靠通信，所以我们长期以来跟美军合作的重点就是只管通知、勤监侦这些东西，你一定要掌握好。你有再棒的部队，你指挥不动，你掌握不到，通信叫不到，那个信息联络不上，就断讯了，那就是单兵作战哈，没有任何的功能跟效用。那当然，解放军也一样哈，大家不要把解放军想成当年的小米夹步枪，永远都是这个土八路军，不是了。解放军也在进步，他的信息在。他的资讯战，甚至他的所谓电子干扰战都不弱。那很多人说，为什么不放在福建呢？你要打台湾，是不是这应该在最前线在福建？为什么放在河南？其实这就是大家对于军事上的一个迷失哈。指挥中心永远不会在第一线，指挥作战的中心永远不会在第一线，因为他把你打掉了，你就没了，你就没有了。所以指挥中心一定是在第二线的城市。可是我好奇的是，他为什么选河南？河南这个地方本来就低洼，尤其郑州，它本来就低洼。那你又把它挖到地下5、6层深，那你正常的来讲，你应该做好了完善的排水系统。也就是说，你可能外面像蚁巢一样，像蚂蚁挖窝哈，挖这个筑巢穴，它都筑得跟火山一样。那火山不是好看，那个火山是防水的，就是万一下起大雨来，水不会灌进去。连蚂蚁都有这种智慧。那你说这个解放军没有？我相信也有，但是呢，这一次的这个雨超过了他的智慧。就是这一次这个郑州的这场大水哈，超过了解放军这么多年建军备战的智慧，所以解放军常常在讲一件事：人定胜天呐，我要跟天争，我没有做不到的事，那这就是给他的重重的一击。人不要跟天争，人不要逆天行事，人要顺天而为。那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说，很多透过一个中国的富商，他反映说里面的这些攻台的模型啊、攻台的图资啊，全部都毁掉了。我个人认为不会的。如果说解放军这么脆弱，一场大水就把他的图资、建军的备战，还有所有建军的这个构想，全部都给毁掉了。那说句实话，国军可以轻轻松松再过好多年。我认为不会的，他所冲掉的都是意向上的、形象上、表态上的东西。所有我相信解放军所有的这一些攻台的资讯，早就资讯化，狡兔有三窟啊！解放军建军这么久了，已经准备要超越美国的军队。它没有3窟吗？我相信它不止3窟，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它只是一个作战训练的中心，它不是真正的一个攻台指挥中心。如果是一个攻台指挥中心，这么轻易的就被大水给灌掉、毁掉，那说句实话，那我们国军应该庆幸哈，我们的整个建军备战超过它很多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敌。所以这一次有关于它的炮兵学校、它的信息学校、它的测绘学校，那其实，在我们国军里面，我们以前也有测绘学校，就是负责画军图啊、测量，这早就并掉了，现在跟通资电并掉了，就是它把图资、电子、通讯结合成一体了。国军如此，告诉你，共军也是一样，解放军也一样。它的这些所谓的攻台的模型啊、攻台的 model 这些东西，这都是意面上教学、表面上用的。真正的这些所有的资讯，早就已经资讯化、电脑化它可能在它的远干机，在它的指挥的这个基座上都已经有了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见猎心喜尤其还是说里面淹死了好多个解放军。我觉得对于对手也好，敌人也好，只要是保卫国家、捍卫国家的军人，我都尊敬。只是我们效忠的国家不一样而已。解放军效忠你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国军效忠我的中华民国，我都值得尊敬。所以我不会因为说敌人因为天灾而死伤，我有这个嘲笑或者是幸灾乐祸。我觉得这不是军人武德的展现你只要忠于你的国家，我个人都尊敬你。只是我们忠于的国家不同，我在这边先说明。那另外我讲，我们就军事论军事，今天敌人产生这个状况，国军要不要引以为戒？今天郑州会大水，你就要想到，万一哪一天我们的作战指挥中心有大水，我挡不挡得住？我觉得这才是建军备战要思考的问题。现在我们的衡山指挥所，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指挥基地、各军团的作战指挥中心也都地下化了。如果大水怎么办？所以我这时候人家说见贤思齐我说不要见贤思齐，我们居安思危啊。我们看到了敌人有这么严重的水患，我们国军做好准备没有？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国军要积极去收集的情报。这个郑州做了这么多年的建军备战，还要被灌掉，整个灌掉水，这个跟灌蟋蟀一样，整个灌掉了。国军准备好了没有？国军现在据我所知，60、80军团都在组建地下指挥所，挖的也都很深。那这件事情有没有纳入危机管控？以敌为师啊，以敌为戒。我说把这些敌人的这个重大的损失，要建立在我们国军的建军备战上。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良性的竞争。我们从来不会惧怕解放军。当然我讲我们整个作战进程调了很多。
从我像学长是1976年毕业，我1990年才毕业哈，就罗大佑唱那首恋曲1990那年我毕业的，那年毕业的时候哈，我们到部队去报道，我们所抱持的是随时要打仗，就是随时要打仗，说不定明天，说不定后天，说不定我升上尉的那天就要打仗，就是随时要备战。但是等到我升了少校以后，不过8年的时间而已，我们变成如何？你知道，变成是这个物事敌之不来，事物有以待之，就是可以不打就不要打。那个整个建军备战的心态转变了很多。后来又到了大概前几年啊，大概5、6年之前，我们是已经认为不会打仗，就是在我升上校、升少将那几年，已经认为不会打仗了。那整个敌情的观念整个降到最低。那我觉得这几年拜中国大陆哈军机不断的越界，不断的过来挑衅之赐哈，我都是正面思考，整个国军的敌情概念突然升高了。所有现在在这个第一线里面服役的弟兄、服役的官兵，都告诉自己可能会打仗，都告诉自己可能会打仗。然后问他的长官说：“长官，我服役期间会不会打仗？”那长官就告诉他：“如果你可以参加保卫中华民国的战争，何等光荣！”我觉得这就对了。军人如果认为自己不会打仗，这个军人就不能作战。如果军人随时都处在一个我随时要接战的状态之下，这才是一支可以尊敬的部队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解放军不断的绕台，他的军舰不断的侵略我们的沿海的海域哈，虽然没有进到我们12海里之内，可是我觉得对于国军的战备训练来讲，这是不用假想敌，就是敌人来了。就是敌人来了，对于那个第一线的战备强度、心理的强度，还有官兵对于作战的认知，我觉得这几年来提升了很多。所以我觉得哈，要把很多事情正面思考，不要认为说，哎呀，糟糕，我们要被侵略，我们被吃掉了。因为你懈惰，因为你对于整个作战准备的怠惰，才会造成你对于整个国家存亡的危机。所以军人只要警戒起来，战备训练起来，我觉得国家可以期待的。